是苹果爹。那现在终于收到我的 Apple Watch Series 6。那你们知道我买的是 Nike 的版本，那它基本上就是一般的铝合金版本。那它跟一般的铝合金版本的差别就是它多了一些 Nike 的表面，然后它强制配的就是 Nike 的表带，你就只能在 Nike 表带里面选。那对我而言没差，因为我很喜欢 Nike 的表带。OK， 那我现在就来开箱喽。好，从这边拉开，基本上我就是开一边啊，然后从这边滑出来，这样就好。那里面配的就是一个表带，然后配上一个表面。那这个表带其实我先前已经有了，然后里面就是送这条充电线而已，它就没有送那个 USB 的充电头。这个跟以前不一样，以前的材质是有点绒布的，那这次是有点层次的一种纸，就是要硬把它挤出来，就出来。OK， 好。OK， 我这边有一个 Series 4。OK， 那这一次当然就是多了这个，可以看到血氧侦测的这个在这边，然后整体的厚度是比先前稍微薄一点。那基本上要配对的话很简单，就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，靠近过来。好，看来 iOS 14还是问题多多。那吃完饭回来后就没有问题了。那基本上就是到这边配对，然后还会让你扫描这个 Apple Watch 的荧幕。那这次在配对前也会问你说，这个是你要为你自己所 set up 的 Apple Watch， 还是你要帮你其中一个家人所 set up？ 那关于帮家人设定这件事情，以后我有机会使用的话，我们再来讲。OK， 那基本上设置的过程就跟所有 Apple Watch 都一样。我选择从我旧的 Apple Watch 备份拷贝过来，因为我旧的已经有开启心电图的功能。那这样拷贝过来的话，心电图的功能才会直接移植过来。那这边可以看到血氧功能也是可以使用的。即使我一开始选择的国家是在台湾，这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那现在一些基本设定做完之后，就是等它同步。那这个大概会一段时间，大概10-15分钟。那同步完之后，你的手表就可以用了。好，那第一件事当然就是要来测试这个血氧功能，看到底可不可以用。那我相信是可以啦，然后看测起来的感觉怎么样。一开始有一些基本的教学，教你说手应该摆在哪里啊，然后你的手表应该戴在哪里，然后建议你的手应该是平放，然后在静止的状态下。好，那这样就可以开始测咯。OK， 那现在确认这个功能使用上是没有问题，那这个也是我买 Apple Watch Series 6最大的原因。好，那刚刚有大致出去一下，那其实很明显的就是我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萤幕比 Series 5亮了不少。那尤其是在水显萤幕开启的时候，我觉得在整体显示上真的是比 Series 5还要堪用了不少。但是我必须老实讲，就是用起来的感觉呢，它还是一只 Apple Watch。那这个其实也不是缺点啦，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它其实跟先前的 Series 5跟 Series 4，它没有一个很大的差别。以我们对 Apple Watch 的了解，它就是每3代更新一次大的设计更改。所以如果你在等全新设计的 Apple Watch， 那可能至少要再等1年咯。这一次增加的功能就是血氧侦测，那还有它的萤幕，那还有它在晶片的速度上面增加。那实际使用上的体验上来讲的话，其实 Apple Watch Series 4跟5在使用上的速度都还蛮快的。所以像我先前那一支影片就是介绍 Apple Watch 的不同，然后给一些想要购买的人建议。那现在实际使用 Series 6，其实我觉得我的感想还是一模一样啦。如果你有 Series 4或 Series 5，基本上我觉得不太需要更新到 Series 6，除非你真的很需要血氧侦测的功能。那如果你有 Series 3的话，如果你感觉都还堪用，我倒觉得还可以再撑一代，因为下一次就会是一个设计的大更新。这一次我们虽然看到就是说它的电池容量有增加，可是在实际使用上的体验呢，这个我当然会来测试。可是据我所了解因为现在所增加的萤幕亮度啊，还有一些血氧侦测的功能，那其实在实际续航力上面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好，那再来几天就是我实际会测试，然后会再来分享一些我的感想。那关于针对睡眠侦测啊，然后配合血氧侦测的这些功能集合起来，然后这些使用下来之后，电池续航力给我的感觉是什么？那这些我会在比较细节的测试之后再回来分享给大家。好，那如果你等不及就是现在想要购买 Apple Watch 的话，那你可以看我那一支 Apple Watch 怎么选的影片，那里面分析的非常清楚。关于表带的挑选，我也拍了非常多支影片，那这些都可以先去看。那今天就是一个简易的开箱，然后很快的分享我第一个拿到的感觉。那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影片，或想要 follow 我将来长期测试之后的评测的话，那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记得开启小铃铛，也记得帮忙按个赞，还有分享影片咯。好了，那我是苹果爹，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咯，拜。